那我现在是没有 launch control 啊，只是这样零开始踩啊 ，Go。一下就100多，So on paper 它是说它是说3.3秒，可是很多网上你看外国一些试驾啊，其实是 less than that 的，我看有些3.1、3.2都有可能的。你真是大口大口的吞掉这个马路啊！然后 shift， 哇！当你到这么大的 power 过后啊，其实23寸就是刚刚好。哇，咕噜咕噜咕噜，你会3后牙。哇，这个声音，哇，这个声音，Oh my god， 哇，你好像穿越了那个不同的 dimension 了嘛？这辆车子在你一踩的时候，它去到3后牙的时候，整个感觉是冲上云霄那种感觉，好像已经飞起来了这样子。然后这么大辆的一个车。This is the fastest SUV in the world, Aston Martin DBX 707。它比我之前介绍的 Aston Martin DBX 多了157 PS 和200 Nm， 它有707 PS 和900根 Nm，0 to 100 3.3秒，极速310 km/h。所以当然是这个数目字啊，就足以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快的 SUV。普通的 Aston Martin DBX 呢是从898千起，然后这个车子是比它多了20万200千，它是1098000。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我记得在2022年的新加坡 Formula One 大奖赛期间呢，Aston Martin 就有办了一场亚太区的这个线上的交流会。那时候我就问了 Aston Martin 的负责人。我说，因为那个时候 Pro 3柜已经发布了，已经有透露出它的 figure 了，所以看是比它多嘛。我就说，这样你们还能不能够 claim 自己是 the fastest SUV in the world？ 那 technically 呢 ，Ferrari 没有称那个 Pro 3柜叫 SUV 啦，它叫 FUV whatever， 总之它就没有 claim 自己是 SUV， 所以 technically 它还是最快的 SUV。因为这个 DBX 就是 Aston Martin 自己用 bonded aluminium 的平台设计的一个 SUV。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 Aston Martin 不是像 VW Group 这样子一个平台又给 QA 又给 Urus，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 DBX 707呢，它的 front view 就增加了30% 的面积 ，airflow 增加了80%。因为在同一具引擎的情况下，你要能够榨出这么多的动力，就是要改善它的空气导流系统，它的整个 air intake system。所以这个 aluminium 的 chassis 它是能够打鼾到900根 Nm 这么夸张，而且它还是 with E differential 可以将这个动力输往你要的车轮。它的 daytime running light 是这样一条的，而那个普通版的 DBX 就是4方形的。所以从外观造型上啊，这样看你可能分辨不出啦。可是如果你隔壁有一辆 DBX V8 摆在一起，完全是两辆不同的车，一个就是还没有进化的，一个就是终极进化版本了的 DBX 707。你从这个角度看过来，就能够看得出它跟普通版 DBX 的差别，因为整辆车子整个就是已经是战斗形态了。首先 ，DBX 707呢，它就标配了这个rear spoiler， 它的这个可以让车子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气流通过这边。再来，它下面这个就是它的重头戏了，这整块rear bumper 呢，或者 rear diffuser， 它的 quad exhaust system 4出排气管都是 standard specification 来的。然后至于这个车尾灯呢，它是红色的 standard spec。如果你要给它变成 smoky 的，就是没有看到红色的，那个也是一个 optional accessory， 你可以自己去附加选项。豪华 SUV 来讲 ，I mean super SUV 来讲，这个是 one of the 我自己最喜欢的车尾造型，而且它不怎么讲，它很霸气，它很夸张，可是它不浮夸。再来 DBX 707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 carbon ceramic 碳陶瓷刹车盘是 standard spec 来的，你不用另外再给钱的。然后它原装来的尺寸 standard 是22寸，你可以升级到23寸，大概只要47千左右，就
就是你还没有订车的时候，就是开始 set 23寸就是这个价钱啦。当然价钱是 up and down 啦，这个只是2023年截至目前的价钱。然后它的 brake caliper 这个是黑色的，你同样能够去有几个选择，你可以在那个 configurator 那边去搭配。所以它搭配的轮胎就是 Pirelli 的 P0 tire， 然后一样有 PNCS Pirelli Noise Cancelling System 的这个静音轮胎，因为它是一个要强调抓地力，然后它是 SUV， 所以同时也要强调它的肃静性。这台车子呢，它是1098007，那这个价钱有包含了很多东西，比如讲 engine 就同样是这里 engine 哦。但是呢，如果车子里面你要加 stitching 啦，这个是你一定要加的。它这个是白色，不管你加什么颜色的 stitching 啦，你都一定要给一个价钱，才可以去选配这个 stitching。再来，你的 bonnet 上面有2片那个 blade 啊，那个叫什么啊？好像鲨鱼片这样的东西，那个也是要另外再付费去添加的。这个地方中间有一点 carbon fiber 的这个cover 啊，它也是一个 standard spec 来的，就 for 707。然后这边是 high gloss black， 如果你要整块变成 carbon fiber 也是可以。因为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它是 hand build handmade 的？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比较 individual 的个性化去搭配，因为它不是大量生产的，所以每一片东西你的皮革要怎样，你的车顶要什么颜色，它给你的那个选择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个是707 Bing 的707，它这边的旋钮等等都跟普通版的有很大的不同。然后至于它的这个旋钮 system 等等，就是源自 Mercedes-Benz AMG 的这些系统这样子啦。那你问我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设计是怎么讲？它不可以讲很 fancy， 很怎么讲？很绚丽，很无功 subject 这样子没有。但是因为 Aston Martin 的历史就是他们都是把这个parking 啊 reverse 啊 neutral drive 的 button 设计在中控台的上方，从早期的 Aston Martin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啊，它还是相当大程度的忠于自己的品牌 DNA。然后这个椅子也就是它可以说是 DBX 707的一个专属配备啦。如果你普通的 DBX 你要上来这样子的椅子是不能够的，它就是给707的一个 exclusive 这样子。那简短带过一下它的后座啊，因为 DBX 呢是所有 Super SUV 里面 one of 的轴距最长的 SUV， 它的车身不长，轴距很长，因为它就是非常针对这个 handling 赛道表现去设计的，所以坐在这边的话，它整个玻璃天窗啊是真的是超级大片，中间没有鼓它很能跑，但是它也很能载，然后就空间感来讲也是相当的舒服啦，所以这辆车真的是让很多对 Aston Martin 这个品牌有兴趣的马来西亚朋友可以体验到 Aston Martin 的品牌精髓，又能够享受到这种相当舒适的坐姿而且它的 Air Suspension 是 Standard Spec 来的，你不用另外再给钱了的，买车就一定是配3 Chamber 的 Air Suspension。So 今天的这个试驾路线只有没有错是大概30多公里左右啦。So mostly 是在 KL 的这个市中心这边去驾这个 DBX 707。这是我第2次驾 DBX， 第一次没有记错应该是2年多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刚才讲它是 fastest SUV 嘛，没有错，也是我自己驾过最快的 SUV 啦。但今天的挑战就是我们是 City Drive 嘛，所以我们要怎样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去 test 这辆车子的动力。Oh my god 我只是从这个 Menara Etika 出到来这个红绿灯我感觉不到这辆车子的重量，它很轻而且这个 Oh my god 哇，因为它跟我之前驾的 DBX 最大的不同是它把 torque converter 抽掉了，就变成这个 weight clutch 了，所以它叫 multi clutch 的transmission 啦。哦，你这边转了，直走OK。哇！所以我刚才是直接去到这个 Sport Plus 了嘛，所以 suspension 你会 feel 到它真的是很所有的 feedback 路面的这种坑洞你知道 KL 就是补一点那些路这样子。OK go。
哇，太可怕了！我好像一只鲨鱼啊，在家里的小鱼缸这样子的嘛，哇，一直要跳出那个鱼缸。哇，加兰敦拉扎，现在是4点钟，喂呦，不要来，不要来！这条链呢？OK， 一下就转左了，是吧？ OK， 我们回去多摩先。我那时候在德国驾 RSQA 的时候，也是23寸，他们讲是奥迪最大的轮圈23寸了，所以这个707也是23寸，没有错，是我第一次在 Malaysia 的路上用23寸的轮胎。因为如果你用更小的轮圈过墩，其实不是这么舒服。那这个23寸它就可以有效的去吸收掉路面的一些震动，让车子更加的 balance。 GT mode， 哦，它有 Terrain mode。OK， GT mode， 我觉得这个旋钮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因为你知道 Super SUV 像 Porsche 就是讲 Sport Chrono， 那 Mercedes AMG 就是把旋钮放在 steering 的右下角。那我现在是没有 launch control 啊，只是将0开始踩啊 ，Go。我已经试了几轮 Sport Plus， 现在就回去 GT mode 踩。Oh my god， 这个 GT mode 啊，已经是别人的 Sport Plus 了。它那个 Total Response 啊，哇！ 跟我之前开的那辆 DBX 啊，判若两人，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因为你看多157 PS， 200牛车米的，哇，整个感觉很难去，你感觉自己要喘气啊，感觉那个车它已经到自己的一个境界了啦。那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 DBX 707啊，我刚才几轮在这边算是相当暴力的在催促油门的。 可是，即便我去到这么暴力哈，它的这些皮革，它内饰给我的感觉其实还是相当的悠闲，相当的 luxury 的啦。所以那感觉真的是很奇怪，因为你好像不是坐在一个战斗机器里面，你坐在一个酒店的大厅、酒店的沙发里面，可是它给到你的这个性能已经是一个格斗场的这种气息了啦。所以真的是。 你既可以享受到那种跑车的声浪、跑车的加速、跑车的这个换挡速度，那你同时又可以做到比较高，看得比较远。然后因为你知道 K 很多 motorbike 嘛，所以如果像我之前驾别的跑车Vantage 都好了，那车身低，你知道吗？你会很没有安全感，你怕你看不到左边，你怕你看不到右边。可是这辆车子没有360度。 你非常清晰，你周围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当你这么高速度往前冲的时候，你必须要对前方的东西有很明确的指控啊，很明确的掌控。你要知道这个车要去哪里，你是看到很好的。所以，虽然我自己对于这种所谓的暴力型超级 SUV 有一点保留啦，但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它的驾驶视野真的非常好，这个是那种双门超跑给不到你的这种感觉啦。 虽然今天的试驾环节不是很长，不过能够驾到 Aston Martin DBX 707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有参考价值的。因为我不久前才驾了 BMW X7 M60i， 然后又驾了奥迪 RSQA， 所以这半年里面我驾过的怎么讲500匹以上的 SUV 算是不少啦。那2023年我可能有机会驾到法拉利波罗上轨，还有 BMW XM。 所以这年头就是在进入电动车之前，这种汽油引擎的超级 SUV 是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啦。那坦白讲 ，Aston Martin DBX 是我自己最喜欢它的造型啦，我不会赌其他的，因为它很运动，同时它又很优雅。其实这个 balance 是非常难拿捏的，因为你一做到很 sporty， 它就不 premium； 你做到它很 premium， 好像 Bentayga 这样子，你又觉得它不 sporty 了，它就是卡在中间这样子，你不懂怎样懂吗？所以我觉得。 Aston Martin DBX 707，它的造型，你看 rear spoiler， 这个 lower body 等等，整个就是加高版本的 Vantage 这样子啦。而且更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它的 chassis 它的底盘就是 Aston Martin 自己
设计的，只有他用罢了，没有跟别人 share 的啦。虽然它的引擎是 AMG 的 M177引擎，可是它可以算是一个客制化引擎，就是由他们打造 hardware、software 等等都是由 Aston Martin 自己在调教的，所以它这个引擎你去Mercedes AMG 的 SUV 也找不到可以输出这样子的 output， 因为 Aston Martin 它的重心也不只是在 Supercar， 是在 Hypercar。OK， 你看 Aston Martin 做的那些 Hypercar 是哇，真的是。人世间少有的那种超级，真是另外一个 level 的车子好啦。所以 compared to 那种 hypercar 来讲，这个 super SUV 就变成对阿斯顿马丁来讲就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了。OK， 就他们 reachable， 他们能够设计出一个这样子的车。所以如果你对 DBX707 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到阿斯顿马丁kuala lumpur的 showroom 看一看这台车子，因为马来西亚可以拿到一台车子，可以给我们上来价，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啦。所以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cut。